比亚级是美国第5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用于替代服役近40年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其艇长是171米，耐压壳直径是13.1米，水下排水量是20815吨，较之俄亥俄级是增加了2065吨。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的编制人员和俄亥俄级一样，都是155人。这是因为美国海军核潜艇执勤期间采用18小时制度，分为3班，每班工作6小时，其余12小时，一半是睡觉休息，另一半用于训练、吃饭、自由活动和娱乐。从艇体设计来看，哥伦比亚最大的技术突破当属动力系统，其采用了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由反应堆带动发电机发电，再由发电机带动电动机驱动泵喷推进器。目前世界上采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核潜艇仅有法国的红宝石级和美国弗吉尼亚级 Block 4型。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优点是有利于降噪和潜艇的总体布置，实现更高的推进效率。同时，哥伦比亚级艇体寿命延长到42年，大大的减小了核潜艇更新换代的压力和成本。而且最新的 SEB 自然循环核反应堆可以做到服役终生不换燃料，免除了核潜艇进场换燃料带来的为期数年的战斗力空白期。未来12艘哥伦比亚级就能维持14艘俄亥俄级的出勤能力。哥伦比亚级的静音水平比俄亥俄级更好，这是因为其取消了噪声很大的蒸汽轮机，因此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安静的核潜艇，水下隐蔽性将大幅提升。此外，哥伦比亚级还首次采用了 X 型尾舵，相比于传统的十字形尾舵，其产生的水平和垂直控制力将提高大约30%到40%，而且每个舵片受力更均匀，机动性更强。在武器装备上呢，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自然是用来携带和发射潜射洲际导弹，但是呢，没有采用俄亥俄级那样的独立式导弹发射筒，而是4个通用发射模块，每个模块呢可以装填4枚潜射洲际导弹。这样不仅降低了设计建造的难度，而且日常保养维护和装填导弹也很方便，并进一步降低了使用费用。虽然哥伦比亚级总共只能携带16枚3x2第5洲际导弹，比上一代的俄亥俄级是少了1/3，但是这也是把战略核潜艇打击能力、成本和风险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之后计算得出的一个优选值。根据各国的研究，每艘核潜艇至少应搭载12枚弹道导弹，而威力和经济性最优的是16枚，超出这个数字，威力增加，经济性则开始下降。因此，英法甚至俄罗斯的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都采用16枚的数量。现在美国海军也加入这个16枚俱乐部。梳理美国战略核潜艇发展历史，每一代战略核潜艇都伴随着新一代潜射弹道导弹的装备。比如与第1代乔治华盛顿级战略核潜艇相匹配的是北极星 A1 弹道导弹，第2代伊桑艾伦级战略核潜艇搭载了北极星 A2 弹道导弹，第3代拉菲特级战略核潜艇搭载的是北极星 A2、北极星 A3、海神 C3 和3x1 C4，第4代俄亥俄级搭载的则从3x1 C4过渡到3x2第5弹道导弹。与美国第5代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相匹配的将会是3x2第5 LE 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升级后的3x2第5 LE 是一型全新的潜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2000公里。如果在赤道上的某一点发射，向南、向北可分别打到南极点、北极点。如果美国在赤道上东西半球各部署1艘战略核潜艇，那么射程基本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表面。而且一枚3x2第5 LE 最多可搭载12个分导式核弹头，一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可发射16枚3x，其战力惊人。美国哥伦比亚级号称甩开现有战略核潜艇30年，它与俄罗斯海军装备的新一代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相比有哪些优势呢？分析指，哥伦比亚级在设计性能和相关技术指标上都明显优于北风之神级。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由于缺乏资金，导致北风之神级核潜艇数量有限，而美国计划建造12艘，势必在数量上将远远超过俄罗斯。因此，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项目将是美国未来数十年战略核打击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美国维持全球军事霸权的力量支柱。我们从技术水平上说的话，哥伦比亚级
会比这个北风之神级的话要先进1代左右。因为这个北风之神的话，虽然是在俄罗斯在2010年代建造服役的，但是它使用的技术很多是90年代或者是21世纪初的技术。那么所以的话，它现在这个潜艇的话，就是满足了这个俄罗斯对战略核武器的最低要求。